你们是医院里那两个不知死活的贱人。霍红州怎么可能会给你们预约呢？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！肯定是你们搞错了，还不快赶紧查清楚！好的，我们马上就去复核一遍。复核100次，结果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我父亲霍红州亲自为我奶奶向德荣预约的林老神医。你胡说八道！这霍家千金怎么可能会穿得像你这样？就是，霍家大小姐和霍老夫人怎么可能是你们这种穷酸样？承上启下，拜高踩低，我们霍家绝不允许你这种人进门！哎，你个老不死的东西！上次在医院没打死你，简直一笔遗憾！方应许，你再敢说我奶奶一句试试！查清楚了，这2位确实是霍红州、霍董亲自预约的客人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方应许，现在知道站在你面前的就是霍红州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那天被你害得心脏病发作的就是霍红州的亲生母亲，被你踩在脚下肆意羞辱的就是霍家唯一的大小姐。你说什么？你踩碎我奶奶的救命药，逼我当众下跪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他们不会真的是霍红州的母亲和女儿吧？妈，不对，如果他们真的是霍红州的母亲和女儿，那当时在医院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没有向霍红州告状？而且霍红州也没有为难我们呀。是啊，你们这2个贱人居然敢骗我们！哎呀，真是差点就被你们2个贱人给骗了！你们2个骗子，胆子可真不小。上次在医院吃了亏，所以就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报复我们，竟然还敢冒充霍红州的母亲和女儿，真是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居然还觉得我们是冒充的。小贱人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演得很好啊？我们有没有演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，我等着。我一会儿啊，非要揭穿你们这2个人的真面目，让你们乖乖的跪在地上求我。哎，我不管他们俩用了什么办法拿到预约，现在立刻去请林老神医出来见我。这家医馆可是由我们霍氏集团全资投资的。方女士，这不合规矩啊！规矩啊？来，不就是钱吗？这张卡可是霍红州给我的副卡，我不管他们花了多少钱，我愿意出双倍3倍的价格。只要林神医现在能给我未来的婆婆治病，刷多少随便。方应雪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拿钱买到的？你个小贱人，少给脸不要脸！如果你们2个现在立刻给我滚蛋的话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，否则我让你们2个在江城待不下去。该滚的人是你，拿着你的臭钱和你未来霍太太的梦，马上从我眼前消失！你个老不死的，这可是你逼着我打你的！你们2个真的是霍红州身边的贴身保镖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退下，现在还暂时用不上你们。你个小贱人，这指挥男人倒是挺有一手啊！依我看，一定是你这个贱人跟这2个保镖有一腿！污言秽语！你个贱人，你居然敢打我！这不会说人话的嘴就该打！我真应该让我爸爸听听，他心目中温柔贤淑的你到底是什么德行！你个贱人，这一巴掌是打你在医院里打我奶奶的，这一巴掌是打你让我当众下跪的。他都掏出霍红州的副卡了，另外2个人身份不明，不能得罪未来的霍夫人。这位小姐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方女士可是霍总亲自给副卡的人，我们得罪不起啊！更何况你2位的身份，我们可还没查清呢。这一巴掌是打你狗眼看人低的。疯了，你这个贱人简直是疯了！我做的不及你对我和奶奶的1/1000。
算了，等他来了，你们就死定了。接啊，开免提。喂，红州，你快点来，我们被人欺负了。就是上次在医院闹事的那两个女人，他们今天又过来欺负我，找我麻烦，他们还打我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医馆呀。我听说这林神医医术高明，我想请他给伯母治病啊。你在神医馆？我妈和佳琪也在那儿。什么？我没有见到佳琪和伯母呀。不会吧？一会儿我亲自过去。好，哎，红州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就在这儿呢，我等你来。爸，小贱人，这红州啊，马上就过来了，一定是你们这两个贱人占用了霍老夫人的名额，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手段买通了她身边的两个保镖。等红州来了，你们两个就死定了。说你蠢，你还真是蠢。方映雪，到现在还在自欺欺人呢。妈，别跟这些贱人浪费口舌了，赶紧找到霍老夫人才是要紧事儿。对，哎，你们几个，这霍老夫人都被调包了还不知道？难道你们真的要给这个老残废看病吗？是，我现在就去找林老医师解释清楚。我看谁敢动！哟，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怎么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？喜欢嘴硬是吧？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小贱人，你别以为找来了两个废物，我们就怕你，是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两个贱人，为了报复我们，你们竟然还敢花钱雇保镖，你们真是下了血本啊！雇霍家的保镖，保护我和佳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霍家的保镖，我看啊，是不知道陪睡了多少次才换来的。住口！乔乔，霍家的保镖，自然是听从霍家主人的命令，哪里轮得到你在这胡言乱语？你竟然敢打乔乔，你个贱人！这一巴掌是打你出言不逊，这一巴掌是打你教女无方。你个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，红州马上就到了。现在处理他们还不是时候，他到了才是你们真正的死期。但是这还远远不够，今天给我奶奶治病才是头等大事。我们的账现在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！妈，还不止眼前亏，咱们先撤，回头再找他们算账。你给我等着，带走！你给我等着！至于你们，这位小姐，你们太过分了，我们可都是按规矩办事的。是啊，不就是认识几个臭保镖吗？还真以为自己是千金大小姐了。你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喂，爸。佳琪啊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刚给你映雪阿姨打电话，她说你也在医馆，可是没看见你们，把爸爸急死了。我现在正在赶过去的路上。爸，你不用来了，我没事的，我跟奶奶正在医馆呢。只不过我要帮你开除几个拜高踩低的店员。发生什么了？哦，你跟奶奶是不是受欺负了？爸，我都已经处理好了，你就按我说的做就行。好，爸知道了。真当自己演电视剧呢，在这儿。是不是好戏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把他们松开。什么？总部亲自下发的解雇令？为什么呀？
我也一并被开除了。我也一并被开除了。大小姐，是我没有眼无珠，刚才在胡言乱语，刚才都是他们逼我们这样说的呀。是霍小姐，我们错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吧。我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要养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！别，霍小姐，霍小姐。走吧，奶奶，我带你去看林神医。走啦。洪州，你都不知道他们今天有多过分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我，完全都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好了，别哭了，为那种人生气不值得。霍叔叔，那些人就是看在你跟我妈妈相处这么久，却迟迟不给我妈妈一个正式的名分，所以才敢这么欺负我们的。乔乔，别这么说你霍叔叔，你霍叔叔他有自己的考量。让你们受委屈了。今天我母亲的接风宴上，我会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，向大家正式介绍你，这样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轻视你了。真的吗？洪州，你对我最好了。你看那边。这个女人是谁啊？没见过呀。不知道，她身上穿的是全球唯一的一个奢牌高定。你说她什么来头啊？我听说她是霍董身边那位方映雪。你们说霍董今天是不是要宣布他们结婚的消息？今天我们就要越高调越好，让霍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看清楚了，这谁才是未来的女主人。过了今天，妈你就在江城有头有脸了，到时候看谁还敢小瞧我们。我们过去。方女士今天真是光彩照人，令千金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都是洪州照顾的好，这总把什么最好的都给我们母女。霍总对您的心意啊，我们在座的各位可都看在眼里。以后啊，还要请您在霍总面前多为我们美言几句。那是自然，霍叔叔最疼爱我妈了。等我妈真正加入霍家，好处少不了你们的。哎，妈，慢点儿。妈，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，把映雪正式介绍给您和佳期，也向亲朋好友宣布我和映雪的婚讯，您看合适吗？妈，映雪真的很孝顺，她跟别的女人不一样。我和她错过了那么多年，现在都经历着失去挚爱的痛苦，老了也能相互照应。当然，如果您和佳期不同意，这婚我不结了。同意，我们怎么会不同意呢？是吧，奶奶？是啊，我们同意你们结婚。太好了，妈，谢谢您理解。那我今晚就宣布这个好消息。方映雪、沈巧巧，这份惊喜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。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霍董，您交代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不过呀，还得请您过目一下。妈，
我给应许准备的求婚礼物，我得先去看一下。好，你去吧，我跟佳期先进去。我很快回来。佳期，照顾好奶奶。嗯，好。这边请。佳期，走，我们去会会那未来的霍太太。好久不见。这两位是看着有些面生啊。哎，坐轮椅上那位，该不会是霍老夫人吧？那他旁边那位一定是霍董的女儿佳期小姐。走，我们过去。老夫人，您气色真好。这些年啊，您一直都在休养，我们都想去探望您。可是啊，您又不见客，现在总算是见到您了。是啊，佳期又从不参加这种家宴，我们许多年未见，现在都这么漂亮了。哎，妈，那边是什么情况？听说今天霍老夫人要带她的孙女儿来，这可是我们表现的好机会啊！我们一定要给她留下最好的印象。走，好，让开！我再说一遍，你们给我让开！你们知道拦的是谁吗？让他们过来。伯母，您好，我是方映雪，我之前就一直想见您，听说您最近在静养，我们就不好打扰您。妈，快抬头，快抬头！怎么是你们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因为这个接风宴就是为我办的。难道她真的是霍红州的妈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知道了，你们这两个贱人为了报复我，都跟到这儿来了呀！保安，保安呐！保安！怎么了，女士？哎，保安，我说你这是怎么做事的呀？怎么放着两个不相干的人就进来了？两位，你们有邀请函吗？我们不需要邀请函。哎，你们大家可都听到了吧？这两个人啊是没有邀请函的，所以说他们就是偷偷溜进来的。你说你们为了报复我们，还真是处心积虑啊！什么？你的意思是他们不是霍夫人和霍家大小姐？当然不是啊！我今天在医馆可见到他们了。本来啊，我是想去医馆请神医给霍老夫人治病的，没想到让这两个贱人居然抢占了霍老夫人的名额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打听到今天的接风宴，专门跑过来啊，冒充行骗。说，你们碰瓷霍家打算碰瓷到什么时候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们血口喷人？哎，你们有见过这两个人吗？你见过吗？他们是霍家老夫人和霍家的大小姐吗？霍老夫人我没见过，佳期小姐我们确实也多年未见了。是啊，霍老夫人常年静卧在家中不见客，佳期小姐更是不参加宴会，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露过面。这就对了嘛！所以说你们两个贱人竟然胆大的敢来冒充，你们不想活了？我们没有冒充，我奶奶就是霍红州的母亲向德荣，我就是霍红州的女儿霍佳琪。是吗？证据呢？那你们拿出证据啊！你们要的证据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啊，哎，真的是，真是全家福啊！这还能理解。
的吗？啥？说不定这样啊。这有合影，应该就是真的吧？是啊，有图有真相啊。不过就是一张照片，能说明什么呀？现在这 PS 技术这么高，任何人啊都是可以伪造的。我看啊，就是你们这两个贱人处心积虑拿出假照片来骗我们。没错，这肯定是假的，一张静态照片根本不能算数。他们说的确实没错，现在确实有很多伪造技术骗人的。是吗？那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证据才足够真实？要不要我现场给我爸爸打视频电话？对了，打视频我们才信。好呀，打呀，有本事你现在就打呀！不敢了吧？不敢了就赶紧滚！妈，他真的打视频过去了，这肯定是在装模作样。佳期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等着急了？爸爸，你那边还顺利吗？差不多了。你们先在宴会上玩得开心，我很快就到。好，那你可要快点过来，我跟奶奶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你了。迟到了，照顾好奶奶。嗯，好。怎么样？现在总该相信了吧？这还真的是霍董。所以他们没有骗人。随便弄个 AI 视频就想骗我们大家呀？大家别被骗了，对面的霍叔叔一看就是 AI 合成的，现在想合成一个视频有什么难的？连声音都能模仿。所以说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确实，我之前还被我朋友 AI 换脸视频骗钱了呢。所以他们真的是骗子。给照片说是 P 的，给视频你们说是 AI 换脸，难道要我爸爸亲自来到现场，你们才肯相信吗？还有你们这些墙头草，风吹两边倒，他们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。罢了，红州马上就到，是真是假，自有分晓。你们等不到这个时候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如果今天洪州知道你们这两个贱人在他母亲接风宴上胡搞，哎呦，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。你们大家可都清楚的，今天可是霍老夫人非常重要的接风宴，怎么能让这两个来历不明的人来这瞎搞呢？方小姐说的对，霍董，我们可得罪不起。要不就让他们先离开，等霍总来了再说吧。听到了吗？趁我现在好说话，我请你们这两个贱人立刻离开！哎，你个贱人，你敢推我？推你又怎么样？你对我做的又何止是这些？你个贱人，你居然敢顶嘴！你个贱人，你必须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！现在该下跪道歉的人是你。妈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既然他们这么不识好歹，那就应该像在医院那样打到他们跪地求饶。你们居然还敢提医院的事儿！当初是谁像丧家之犬一样被我踩在脚下苦苦求饶的？你们今天如果不跪下道歉的话，就休想走出这个大门！这要不算了吧，让人下跪多不好啊！是啊，有话好好说，让人下跪你太过分了。你们几个可都是霍家的深度合作伙伴，我是谁，应该不用多说了吧？这未来的霍家可都是我的，你们现在该怎么做，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方小姐说的对，请你们立刻下跪道歉。没错，赶紧下跪道歉，然后离开。你们会后悔，
今天说的这些话。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按住！慢着！诸位，你们可还认得这个物件儿？你看，这是霍老将军10亿拍下来的翡翠，请顶级匠人打造的唯一一只镯子。这是霍老夫人的信物，见镯如见人。我的天，您真是霍老夫人！霍老夫人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冒犯您了。是啊，还望老夫人恕罪。霍洪州跟我提过这个翡翠镯子，可是这镯子怎么可能会在这个老残废的手上？因为这是我丈夫送给我的。我知道了，这个镯子明明就是你们偷的。就你们这两个穷酸样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贵重的首饰呢？好啊，你们明知道这镯子对霍老夫人这么重要，竟然还敢偷！要是被霍老夫人知道，你们两个可就死定了！赶紧把这个镯子还给我！给我！你！我的镯子，你碰都不配碰！你个老不死的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我让你的！住手！老夫人，霍董一会儿就来，让我先过来看看情况。这不是在霍家的老管家吗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的老相好来了呀！啊，你们大家可都看到了吧？这两个狗男女啊，早就有一腿了。这镯子一定就是这个老东西偷来送给他的。你污蔑我奶奶和管家爷爷，你该打！我在霍家侍奉了40年，这只镯子是老将军在病榻前用最后一点力气亲自为老夫人戴上的，这份情谊岂容你们如此玷污？管家为我们霍家付出了一生心血，你说这话不仅侮辱了我和他，更侮辱了整个霍家。演？你们接着给我演呀！既然知道这镯子这么贵重，那还不赶紧给我拿过来！我告诉你们，他们这就是偷窃。你们如果谁能把这个镯子给我交过来，就算是你们立了大功，这霍氏集团啊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对，看似不像说的有道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还真的信了他的鬼话了？可是他说的确实有道理，你还是把手镯交出来吧。做梦！赶紧把这两个人给我按住！谁要是能抓到他们，我就现场给他奖励100万的现金。100万呢？方应许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有什么资格在霍家的地盘上发号施令？就凭这张卡，可是洪州亲手给我的，无限额度，随便刷。你倒是提醒我了。佳琪，给张秘书打电话，把这张卡停掉。你个老东西，你别搞笑了！就凭你想停掉洪州亲手给我的卡？喂，张秘书，现在立刻停掉我爸爸尾号888的副卡，对，现在就要。接下来就有好戏看了。你这装的还挺像呀！你以为这随便打个电话就能停掉我的卡？怎么，你是在玩过家家吗？哎，你们几个还愣着干嘛呀？还不赶紧把镯子给我抢过来！我说100万就是100万！真的被停掉了？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是你个贱人！我今天弄死你！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是你，一定是你！你在霍家不好好干，竟然滥用职权！冥顽不灵！你们都欺负我！你们等着，等霍洪州来了，我让他们把你们都赶出去！你以为我爸爸会听你的鬼话吗？
你无端殴打我奶奶，害得她险些丧命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后果？我们霍家绝不容许你这种道德败坏的人。发生什么了？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打我妈！放开我！你这个贱人！你觉得我现在还那么好欺负吗？我要把你们施加到我跟我奶奶身上，所有的一切都一笔一笔、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们！放开我！你这个贱人！叶雪，乔乔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红中，你总算是来了。我们今天一直被他们在欺负。是啊，霍叔叔，就是他们。今天在医馆欺负我们俩的也是这两个贱人。他们现在居然还敢望出你的母亲和女儿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！欺负我的人，我不去找你们，自己送上门来。那是他们应得的。这声音，你不妨回头看看我是谁。洪州，妈，佳期，怎么是你们？啊，你没事吧？洪州，你刚才叫他什么？妈，他好像叫那个老太太。妈。洪州，你刚才的意思是说，她真的是你的母亲，她真的是你的女儿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这还有假？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？爸，他们都不相信我是你的女儿，不承认我和奶奶的身份。方映雪跟沈晴晴还联合这里的人，要把我们赶走。方映雪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方映雪，你敢把这里之前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爸爸吗？你是怎么带人要赶走我跟奶奶，又是怎么羞辱我们的？佳琪，不是这样的，佳琪，这都是误会。把你的脏手给我打开！我一次次说，我是霍洪州的女儿，她是我的奶奶。可是你们偏不愿意相信，你们不停地羞辱我奶奶，说我们是冒充的骗子，还联合这里的所有人要把我们给赶走。这些不是你方映雪和沈乔乔做的吗？完了，这全完了！我们居然帮着外人欺负霍老夫人。是我们信错了人，我们都被方映雪给骗了。所以你们刚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们真的是向德荣和霍佳琪。保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请您原谅我。你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保姆，我真的没有认出来是您啊！这一切都是误会。误会？你对我百般羞辱，害我险些丧命。你现在轻飘飘的一句误会，就想算了吗？你居然背着我伤害我妈和我女儿，谁给的胆子？不是的，洪正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就是伯母和佳琪，这一切都是天大的误会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们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？说！现在开始装哑巴了，刚才不是很威风吗？既然你不敢说，那我就替你说。妈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从我跟奶奶进入宴会厅开始，你方映雪就仗着自己是霍家未来女主人的身份，把这里当成了你的地盘，
在这里作威作福，兴风作浪，还想要抢走我奶奶的手镯，还联合这里的所有人逼我跟奶奶给你下跪道歉。好啊，好啊，在我面前装的温柔娴熟，背地里就如此蛇蝎心肠。红州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想过伤害他们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真的。欺负我妈，伤害我女儿，就是在我心口捅刀，就是要我的命。她们是我在这世上最重要的女人，是我豁出性命也要保护的人。你怎么敢这么对她们？红州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就是佳琪和伯母，他们穿的这么朴素，我真的没有认出来，他们就是霍家的人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就是跪在地上伺候他们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会做对他们不敬的事？阿霍叔叔，不知者无罪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，要是知道，给我们100个胆子，我们也不敢的。好一个不知者不罪！如果我不是洪州的母亲，是不是你们就可以任意践踏？如果佳琪不是霍家的小姐，你们就可以任意欺辱。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，从骨子里看出了你们的恶毒。像你们这种道德败坏、仗势欺人的人，就根本不配入我霍家的门。可怜的东西，何必想见人？怎么样都不肯放过。今天上门打扫过去，但医院那件事绝不能让洪州知道，否则就太晚了。洪州，我知道今天的事情是我做错了，是我做事情偏激了一点。可是他们未必有你想的那么善良。今天就是他们一直在打我和乔乔。是啊，霍叔叔，刚才你来的时候也看到了，明明是他们一直在欺负我们。你们居然还有脸说是他们的错？他们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到头来还被你们污蔑。我当初怎么会被你这样心肠歹毒的人蒙骗？要不是我们一进来，你们就百般羞辱，恶语相向，我们又怎么会对你们那样？到现在还在推卸责任，简直是无药可救。不是的，洪州，你听我说，是你们为了报早上医馆的仇。洪州，我早上去医馆，我这脸上的伤就是被他们打的。是啊，霍叔叔，我和妈妈一直在被挨打，他们下手这么重，受害者是我们啊！不信，你问他们，是不是我们一直在被挨打？是不是我们一直在被欺负？确实，是方小姐母女一直在挨打。洪州，我们只是不想被伤得太狠了，我们这样做也属于正当防卫啊！你想想，要不是他们先欺人太甚，我又怎么可能会这样做呢？你和我相处的这段时日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何时与人交恶过？霍叔叔，我妈的品行你最清楚，你们相处了这么久，她平时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的对别人刻薄呢？方映雪，你还敢提医馆？那我问你，在医馆是谁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就要抢走我奶奶的预约？是谁口口声声宣扬要把我们赶出江城？佳琪，我当时真的没有认出来是你啊！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孝顺伯母的，我是想去医馆找神医给伯母治病的呀！我这一片孝心，天地可见。一片孝心？那我问你，你敢不敢告诉我爸爸，在医院你都对我跟奶奶做了什么？你胡说！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你这简直就是在污蔑！我污蔑？我什么都没有说，你就说我污蔑了？还是说是你心虚了？爸，
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那天在医院害我跟奶奶的人是谁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罪魁祸首就是方映雪和沈乔乔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奶奶心脏病发进 ICU， 你被打到住院，居然是他们干的？没错，就是这两个蛇蝎心肠、丧尽天良的女人干的。这个毒妇，对我妈和我女儿下这种毒手，我要把你们千刀万剐！霍叔叔，你放开我妈妈！这一切都是骗人的，是他们在骗你！红昭，放开我！红昭，没有，不是我们做的，是他们在诬陷我。爸，你放开他们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又要怎么编排我和奶奶。你们要是什么都没做，他们为什么平白无故诬陷？红昭，我和乔乔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既然你说的是真的，那请问你能拿出证据吗？就是，没有证据，就别在这里血口喷人。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早就让院长把那天医院的监控都删了。现在死无对证，看你们能拿我怎么样？是啊，这凡事都讲证据，要是没证据的话，也不好冤枉人。佳熙小姐，你们能拿出证据吗？荣叔，我让你去医院调取的监控视频可以放出来了。大小姐，我正要跟你说呢，那天医院的监控视频被人给删了。什么？所以说你没有证据了，那没有证据，你就不能证明那天在医院我对你做了什么，所以你根本就是在骗人的。就是空口无凭就想给我们定罪，你编故事也得编得像样一点吧？有本事就把证据拿出来啊！红昭，你听到了吗？他们说的都是假的，他们就是在诬陷我。不过我看在他们是你母亲和你女儿的份上，我愿意原谅他们。霍叔叔，你看看我妈多善解人意啊，都受了这么多委屈，还会一心为你着想。要是换做别人，早就闹得不可开交了。也只有我妈那么爱你，愿意为你付出这么多。戏演够了吗？你们说我没有证据，好啊，那就请各位看向大屏幕，让他们好好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天哪，这也太狠了！看来是真的，他们也太惨绝人寰了。对呀，红昭啊！你这个毒妇，亏我之前这么信任你，你就这样对我最亲的人？霍叔叔，你还想说什么？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视频不是已经被删掉了？我亲眼看见院长删的呀！你是让院长删除了，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，医院那天正好发生了重大的医闹事件，所有的监控都有司法备份。方映雪千算万算，却算错了这一步，这就是你应得的报应。什么？如果你细心一点，就会发现，那个帮你删除监控的院长，在3天前就已经停止调查了。不可能！王院长，我是霍佳期。什么？怎么是你？你不就是之前的穷酸货吗？还需要我再多说什么？霍大小姐，我求求你，大人有大量，那天不是我要那么做的，都是方映雪逼我的。我不知道您的身份，又不敢得罪她，只能是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了。霍小姐，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那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交出医院当天的监控视频；二，直接警察解禁。霍小姐，监控视频已经被方映雪删了。你们以为删除监控视频就万事大吉了？医院当天的司法备份系统可是直接连接公安机关的，你们这是在违法犯罪。我交，我全都交，我把备份给你。给。王院长，
你就停止了，等着接受调查吧。霍小姐，求您了，放了我这一次，这都是方一雪逼的我。你这个毒妇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把你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带回家，你差点害死我唯一的亲人。洪州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我和佳琪差点死在他们手上。不是洪州，洪州，你听我解释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监控记录、医患证词、医院记录，全都在这里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不信！洪州，你听我解释，洪州不是这样的，洪州，你听我解释。证据确凿，全都是你这个毒妇干的，你还狡辩什么？霍叔叔，不打不相识嘛，都是误会啊！不打不相识，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？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你们这两个恶毒的女人，简直丧尽天良！霍总，这样的女人万万不可原谅。他们那天在医院差点害死老夫人和小姐，今天又大闹接风宴，这样的女人要是娶回家，可能是后患无穷啊！一个下人，这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放肆！荣叔在霍家40年，早就是我半个家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样子说话？这对母女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拜高踩低，品行恶劣。他们看老夫人和佳琪小姐穿着朴素，就对他们的身份妄下定论，还污蔑我和老夫人有染。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胡乱造谣，说我和老夫人有染，说什么这个镯子是我偷给老夫人的，他们还要动手抢老夫人的镯子呀！你们这两个内心肮脏的毒妇！这镯子是我爸临死前亲手为我妈戴上的，40年从未离身，你们居然这样玷污它！洪州，你听我解释，洪州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原谅？你那样对待我妈和我女儿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原谅？洪州，我求你原谅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就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，你网开一面吧。方映雪，和你在一起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洪州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现在就去给他们认错，我现在就去给他们认错。婆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您原谅我好不好？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愿意给你跪下，给你磕头认错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霍叔叔，求您冷静，以后你要跟我妈妈朝夕相处，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伤了和气啊，对不对？我跟我妈妈真的知道错了。看来你们还没有我这个老太太的记性好。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你都别想进霍家。方映雪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这辈子你别想进霍家的门。老夫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呀！我求您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！我愿意啊，以后把你当做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伺候。方映雪，你是失忆了吗？刚才不是还信誓旦旦地说，医院那些惨无人道的事不是你做的吗？爸，我看
他们不仅想要抢走奶奶的手镯，他们真正的目的，恐怕是要抢走整个霍家的资产。什么？这些是我雇私家侦探查到的证据。方映雪的前夫根本就没有死，他骗你的。方映雪跟她的前夫离婚之后，每一周都会秘密见面。方映雪，所以你一直都在骗我。我没有。每次他们见面之后，她的前夫沈大强就会去偿还部分高利贷。我很难不怀疑，方映雪就是为了侵吞霍家财产，所以才特意设计了这起前夫死亡的戏码。你胡说！这一切都是你在诬陷，他都是胡说的，这一切都是骗人的，你这明明就是在污蔑我！是不是污蔑？让我们听听当事人是怎么说的。就是他！去年他前夫沈大强拿我爸的养老钱去放高利贷，说好3个月还，现在人都找不见了。我老公为了给沈大强还高利贷，被迫去工地打工，没想到从脚手架上掉下来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沈大强欠我50万，说是等他前妻嫁入豪门后还我钱。方映雪，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洪州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。方映雪，这里是你前夫这2年的银行流水，每个月都会有一笔来自你账户的汇款，这前前后后的金额加起来已经超过1个亿了。方映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哼，难怪上个月听沈大强在酒桌上吹牛说，他前妻就要成为霍氏集团的女主人了，到时候霍氏的一切都是他们的。是啊，他还说，只要他前妻拿到了霍氏的财产，就可以还清所有的债务了。不是，方映雪，人证物证都在这儿了，你还要嘴硬是吗？要不要我把你的前夫沈大强也请过来，跟你当面对质？他现在就在酒店外面。不要，千万不要叫他进来。洪州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解释？你还解释什么？难怪你一直催着我立遗嘱，一直打听公司的股权结构。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。我早就说过，他看上的不是你这个人，而是我们霍家的亿万家产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那些讨债的逼的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！被逼无奈？被逼无奈，你就可以算计我们霍家的资产？被逼无奈，你就可以害得这些人家破人亡吗？是啊，我爸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，等着钱做手术。当初就是相信了沈大强的鬼话，把钱都借给他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你把我的钱还给我吧！我的孩子还要上学，我老公还在医院等着救命了呀！洪州，这一切都是沈大强逼我的，他手上有我的把柄，我不得不听他的话呀。是吗，方映雪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撒谎。等拿到霍家的财产，我们就远走高飞，带着乔乔去国外过好日子。你自己的声音不会都听不出来吧？难道说这也是被胁迫的？听我解释，是我糊涂，是我该死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
我求你，你再给我一次重新改过的机会吧，求你们了。你以为你磕几个头，流几滴眼泪，说几句好话，就能抹去你做过的一切，就能弥补这些无辜的家属的伤害？老夫人，我求您原谅我吧，你打我也行，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让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要脸。我不要脸，都是我的错！快瞧瞧，快点打自己跪下！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方映雪、沈乔乔，你们现在说原谅，晚了。你们哭了，不是因为你们知道自己错了，而是知道你们进不了霍家，不能得偿所愿的享受荣华富贵，别假惺惺了。妈，算了吧，我们放弃吧。既然霍家进不去，那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给搭上啊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行，我不能放弃。红州，我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妈，算了，霍叔叔，是我们错了，是我们错了，是我们不该痴心妄想进霍家，是我们太过贪心，我们这就走，再也不碍你们的眼。走？事到如今，你们以为走得了吗？爸，这样的人就应该交给法律来处置。荣叔，报警。是，大小姐。沈乔乔、方映雪，你们知道你们犯了什么罪吗？方映雪，你在医院公然抢夺他人财产，并试图伤人，涉嫌故意伤害、侮辱罪。你还处心积虑的想要抢夺我们霍家的财产，涉嫌诈骗罪，数罪并罚。至少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我的人生不能就这么完了。还有你，沈乔乔，你作为从犯参与并实施故意伤害，还涉嫌侮辱罪，你的刑期也不会短。我不能走了，我不能走了，妈，我们快跑吧！想跑？你把我老公害死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今天？你们这些败类，就应该把牢底坐穿！方映雪、沈乔乔，你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是你们罪有应得。就是他们两个。方映雪、沈乔乔，你们涉嫌诈骗、敲诈勒索等多项经济犯罪，现在跟我们回趟警局接受调查。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！我们都已经跪地求饶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霍红州，你以为你能白受我妈妈吗？你们给我们的钱都是应该的。对，乔乔，你说的对。霍红州，你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，你给我的每一分钱都算是给我的补偿。现在你竟然要送我去坐牢，你才是那个无情无义的人。方映雪，我给你的是情分，你骗我的是犯罪。你真的以为感情能拿来买卖，能为你的罪行开脱吗？别再为自己的贪婪找借口。从你们算计霍家财产的那一刻起，你们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。霍家七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当上霍家太太了。放开！我要杀了你！小姐！当众行凶，罪加一等。你这个丧心病狂的女人，当着我的面伤害佳期，我一定会请最好的律师。霍红州，你才是那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。我咒你们霍家不得好死！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天作孽，犹可恕；事作孽，不可活。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霍小姐，那我们的债务怎么办？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沈大强就在酒店外面的警车里，你们应该去找的人是他。至于他之前从我们霍家转移出来的财产，已经足够还清你们所有人的债务。你们只需要去警局配合调查，就可以依法
追回自己的钱。走吧。走。这件事情终于结束了。至于你们，刚才不是对那2个母女的鬼话深信不疑吗？你们这般趋炎附势、拜高踩低的嘴脸，跟那2个母女有什么区别？霍董，我们也是一时糊涂啊！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从今天起，我霍氏终止与你们的合作。我霍某最看不起你们这些趋炎附势的小人。霍董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们公司全靠着和霍氏的合作维持。是我们犯了错，瞎了眼，被方映雪那个毒妇给欺骗了。霍总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呀！我不想看见他们，让他们走。是。看看，最有用的抓走这样回家，一家人团团圆圆，好好吃个饭。好。你爸临走前说要让我替他看着你长大成人。如今佳琪都这么大了，佳琪呀，这镯子送给你了。谢谢奶奶。妈，佳琪，爸要是今天看到这一幕，看到你身体康健，看到佳琪乖巧懂事，他该有多欣慰。妈，这些年你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你不蒙待佳琪，你受苦了。奶奶，爷爷一定在天上保佑着我们呢。您呢，要健健康康的，看着佳期结婚生子，看着您的重孙叫您太奶奶呢。好，我要看着我的乖孙女风风光光的出嫁，我还要看着你未来的孩子叫我太奶奶。到时候我们4世同堂，那才叫热闹。妈，佳期，经历方映雪这件事，我是彻底寒了心。我决定不再娶妻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破坏我们的家庭。爸，您别这样说，要是将来遇到真心待你的人，我跟奶奶又怎么会不欢迎呢？重要的是要心地善良，人品端正。我们也不希望你一直孤单啊，只是我们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真正值得相伴一生的人。佳期说的对，洪州啊，经历了这件事，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。妈说过，只要你能遇到对的人，真心待这个家的人，妈都会接纳。妈，佳期，有你们这句话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不过现在，我只想好好陪着你们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。少爷、老夫人、小姐，看你们聊得这么开心的，不如我给大家拍一张全家福。这么温馨的时刻，应该被纪念呀。好啊，荣叔说的对，我们一家子都已经好久没有拍合照了。来，来，再往中间靠一些，笑得更开心一些啊！来，1、2、3。